本期 Agent 创世纪为您解读发表在 Nature Machine Intelligence 的前沿成果，由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以及 IBM 研究院共同研发。该系统是首个基于模拟一组器的 Actor Critics 仿生强化学习全存内架构。依靠这种彻底的存内计算模式，系统实现了39倍的能效跃升，让硅基芯片能够模拟生物神经机制，实现实时的趋利避害。这一架构的诞生源于对传统深度强化学习局限性的反思。目前算法普遍依赖反向传播，在生物学上缺乏合理性，且面临严重的算力与功耗墙。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生物大脑的极简智慧，它能以极低功耗运行，依靠多巴胺机制实现实时适应。研究者将逻辑重心从软件算法转向物理硬件，力求突破边缘设备无法实时运行的瓶颈。为了模拟大脑，必须理解核心的三因子学习规则。除了突触前神经元发送状态，突触后神经元执行响应。多巴胺作为关键的第三因子，决定了突触连接的强化或削弱。这一机制突破了传统赫布理论，引入了全局奖励信号。这种基于奖惩的实时调整是生物应对环境变化的智能密码。研发团队成功将这套生物机制刻入物理硬件。模拟一组器取代了传统晶体管，提供非二进制的平滑权重调节，以此完美模拟生物突触。单隐藏层的 Actor Critic 网络摒弃了复杂计算，利用时间差分算法直接在硬件上产生预测误差，充当硅基架构中的多巴胺信号。这种软硬结合的设计让算法与物理器件真正融为一体。这种模拟突触能力的实现得益于器件精妙的底层材料设计。一组器采用 CMO 导电氧化物作为氧库，结合二氧化铯绝缘层，在顶底电极间形成稳定的导电通道。其核心基于价变记忆效应，通过 CMO 与二氧化铯的双层协同，精确限制了内部电场与温度分布。这使得器件能以极高细腻度实现电导的连续调节，为模拟神经网络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款器件在工艺与可靠性上实现了极致平衡，其有效面积仅为600乘以600平方纳米，为高密度阵列化奠定了基础。通过10的8次方次编程循环寿命测试，它能轻松应对强化学习所需的大量试错过程。此外，器件完全兼容 CMOS 标准制程，这意味着它可以直接融入现有的半导体产线，实现从数字切换到模拟组变的跨越。器件能够胜任突触角色，关键在于其完美的模拟渐变特性。从电导随脉冲变化的曲线可以看出，无论是增强还是抑制过程，电导都能随脉冲数量平滑且连续的变化。经过多次循环测试，这种高度可控的渐变能力保持稳定，这让硬件能像真实生物突触一样，在学习过程中精准地增强或减弱连接权重。这种特性让单个一组器具备了3头6臂的功能，彻底告别了频繁的数据搬运。它既是静态突触权重，以非易失方式物理记忆网络参数，又是动作决策引擎，实时根据电导状态输出动作概率。更重要的是，它还是在位计算中心，能直接在硬件内部计算权重更新量。同一个物理器件包揽存储、推理与误差计算，彻底打破了传统冯诺依曼架构的瓶颈。在硬件内部 ，Actor Critic 双引擎分工明确，位置细胞将感知的空间坐标转化为稀疏编码输入，执行端也就是导航员 Actor 由一组器权重 Theta 物理承载，负责输出动作概率，而评估端及评分员 Critic 则由权重 W 承载，负责给出当前状态的预估价值。这套极其精简的单隐藏层网络完全在物理器件上交织运行，实现了感知到决策的闭环。驱动双引擎进化的核心是硅基多巴胺，也就是利用时间差分误差来衡量惊喜度。具体计算由实际奖励加上未来价值，再减去当前预期结果好于预期时，硬件会增强对应的突触权重，低于预期时则自发削弱连接。这种基于预期差的逻辑演化全部在硬件底层原位完成。全存内学习通过软硬件的高效协作消除了计算壁垒。在软件负责获取状态并反馈环境奖励后，硬件端直接利用物理电导计算动作，并同步原位产出误差，驱动权重的在线更新。这种模式无需将权重读出到外部 CPU， 误差直接转化为电压脉冲，
在一组器内部完成闭环，彻底消除了海量的数据搬运。该系统还实现了硬件级的自我纠错，有效自愈了模拟器件固有的噪声。传统的物理更新非线性，通常需要复杂的补偿电路，而在为更新机制，直接将硬件误差保留在权重中。这些噪声权重会在下一轮计算中被作为基准，误差被自动识别为预期差，并在迭代中被算法自然熨平。这种自愈闭环让系统在面对物理波动时依然能保持稳定收敛。与传统方案相比，该架构体现了明显的代差。传统深度学习依赖外部内存更新权重，面临海量数据搬运。即便早期一组器方案仍需在软件端计算误差，涉及反复的读写校验，而本方案实现了完美的连续模拟突触，不仅在硬件本地直接计算误差，更通过原位更新实现了零回读。这是真正意义上在线且存内的神经形态计算。在 T 型迷宫的离散空间学习任务中，该架构接受了实战检验。环境由9个离散状态组成，采用稀疏编码，智能体可以执行移动和转向动作。底层一组器会根据仅在终点出现的奖励，实时在线调整 actor 与 critic 的权重网络。这种硬件介入的学习方式，直接在迷宫探索中验证了算法的物理执行效能。实测结果显示了极高的收敛速度，硅基网络仅需约50个回合，就能从最初的随机探索进化到锁定最优路径。每回合步数从50步骤降，并稳定在6步。这一表现与纯软件的理想模型完美吻合。最终生成的策略地图显示，所有位置的决策箭头均精准指向奖励点，证明了硬件权重构建的精准性。为了进一步测试性能，实验难度升级到了 Morris 水迷宫的连续空间导航。任务要求智能体在2维空间内绕过 U 型障碍物，最终找到隐藏的平台。这种设置强制智能体必须学会绕行，而非简单的直线趋近。系统需要在无数种可能的坐标和角度中探索并锁定通往目标的最优路径。要在芯片中重塑空间感知，研究者引入了镜像基函数，他们将连续空间映射为11×11的重叠网格。当智能体靠近某个网格点时，该位置细胞的激活强度会随之提高。这种基于高斯函数的编码方式，完美模拟了生物大脑中网格细胞的空间直觉。凭借这种机制，仅靠单层网络就能高效处理极其复杂的空间连续性问题。即便底层器件存在不可避免的物理噪声，系统依靠内建的自我纠错机制，依然实现了稳定收敛。通过实测生成的策略地图可以看到，密集的流向线完美绕过了 U 型障碍。价值地图也呈现出清晰的梯度，从边缘到终点由蓝转白。这种智能涌现证明了架构在复杂、连续且有噪声的环境下，依然能形成完美的全局导航策略。在性能表现之外，该架构还实现了跨越时代的能效飞跃。相比于在 NVIDIA A100 GPU 上采用反向传播的传统软件实现，其能效提升了39倍。即便是对比非全存内的标准一组器架构，也有20倍的优势。通过拒绝昂贵的魔术转换与数据搬运，所有计算都在交叉阵列原位毫秒级完成，将算力功耗比推向了极致。该方案在精确性方面也展现了反直觉的物理真相。实验通过对比直方图发现，硬件在位计算产生的更新误差分布极其窄小，甚至远小于一组器材料本身的固有物理噪声。这意味着硬件逻辑的运行达到了极端的精确度，完全不再需要累赘的外部补偿电路。这一发现有力证明了全存内计算架构在逻辑实现上的可靠性与优越性。展望未来，这项技术将成为实时自主机器人的硅基大脑，助力其彻底摆脱云端算力依赖。未来的具身智能体无需昂贵的 GPU 阵列或极低的网络延迟，仅依靠指甲盖大小的超低功耗一组器阵列，就能在毫秒间完成本地感知、试错与自适应学习。这为在极端环境下运行的自主系统提供了从低效计算向高效仿生进化的可能路径。这项由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洛桑联邦理工以及 IBM 研究院共同开展的研究，成功在物理层面统一了计算与学习。系统在迷宫任务中展现了急速收敛，并在硬件底层彻底消除了数据搬运。39倍的能效提升为边缘具身智能指明了方向。
感兴趣的研究者可以访问论文链接查阅详情，或在代码仓库获取开源实现，探索无界，智能长存。